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2023年整个秋天，我都住在京都，因此有幸参观不少绽放红叶的四月民宿。那一阵子每天都很忙碌，目光被多彩的世界吸引，双手则是忙着在拍摄，急着想把眼前稍纵即逝的美景变成影像，永远保留下来。分享京都10间红叶民宿，每一间都有让人忘了呼吸的绝景，附上我的推荐理由及拍摄日期，希望对正在安排2024年京都赏枫行程的你有具体的参考价值。现在就一起出发吧。东福寺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频道，那么久才分享东福寺，并不是它不够有特色，而是它的别称枫叶之王，最适合以王者的姿态，在这集影片中被隆重介绍。不过，也因为这里的王者地位，秋天的时候要做好游客和枫叶一样多的心理准备。寺里的卧云桥、通天桥及偃月桥是3大名桥。除了木造桥梁极具特色，桥梁间横跨的溪谷，秋天会转变成壮观的红叶林，吸引无数游客前往拍摄。东福寺建于1255年，因为兴建时想和奈良最大的东大寺以及最宏伟的新福寺做对比，所以各取一个字，命名为东福寺。国宝山门是室町时代的建筑，天花板有色彩丰富的画作。1347年重建的禅堂是日本最古老、规模最大的坐禅道场，也是重要文化财。秋天的经典画面就是被红叶包围着的通天桥，不论是从下方往上拍，或是站在桥上的俯瞰视角，都很震撼。东福寺被视为赏枫界的王者，是因为这里的红叶规模很大。11月初的时候过来，看到的是红黄绿相间的多彩画面，而11月底的时候，
这里则是一片壮观的火红。无论哪一种色彩，秋天到东福寺赏枫，一定不会让人失望。另外，这里的本坊庭园由庭师重生美玲所设计，也是值得参观的近代杰作庭园。东福寺周围还有很多小寺院，像是分陀寺、圣灵寺，有着精致的庭园景观，把它们串成一日行程，在视觉震撼及内心平静之间切换心情吧。之前在郊区秘境寺院的影片中分享过神户寺，就算是第二次分享，还是能找到很多之前没公开的美丽画面。从京都市中心出发去神户寺，坐公车要1个小时，下车后还要往下走一段像是没有终点的阶梯。不过，这时候已经有些急躁的红叶偷跑出来跟游客打招呼了。穿过高雄桥，接着又是没有止境的上坡台阶。进入山门后，红叶像是张扬的火焰，燎红了眼前的景象。书院、钟楼、明王堂、毗沙门堂，古朴而沉静的建筑，没有太多装饰，却因为红叶的环抱而多了一股活力。通往金堂前的这排阶梯，红叶季总是吸引摄影师和爱自拍的游客，是神户市的经典画面。藏身在森林后的金堂，吸引人爬上阶梯，一窥它的神秘风貌。金堂经历好几次烧毁和重建，现在看到的金堂被誉为昭和时代的名作。后方的多宝塔没有开放，
围墙却围不住它的特殊气质。从台阶向下看，是另一种和谐的画面。神户市是常绿植物和枫红交错的环境，这里的画面带了一些多变渐层的动感。从山下走上来，经过一大片红黄交错的树林，进入神户市境内，枫叶更是如火一般的艳红，但我却没有壮观的感受。相反的，我觉得这里的红叶景观很秀气，完全没有被气势压迫的感觉。也许是建筑透露出来的气质，又或是隐藏在山谷里的神秘气氛。来这里赏枫，像是走入仪式的美景，暂离喧嚣的日常琐碎。光明寺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频道，当作压箱宝的理由，当然就是因为红叶的美景。坐阪急京都线在长冈天神站下车，搭20号巴士10分钟就会到光明寺。表参道是一排坡度不高的台阶，沿途点缀的红叶足够引起无限的想象。布置精美的花手水色，还闻得到一股淡淡的花香。这里有特定的参拜路线，先进入1799年建成的阿弥陀堂，再走到京都最大净土宗寺庙正殿的玉隐堂。站在建筑里，观察的是工法与细节，感受的是历史及品味。站在建筑前，观察的是构图与构造，感受的是和谐与气势。
接着经过1736年重建的世家堂，以及只有在红叶季开放的信乐庭园。白沙上面放置18块岩石，象征修行者跨越生死大海的形象。富有历史感的四角木门，是古时候钦差大臣出入的大门。书院里面有个小空间，可以坐着休息一下。走出建筑，光明寺的重头戏才刚要开始。长约200公尺的参道两旁，种了250株的红叶。在秋天，这里会变成红色的缎井隧道，又被称为红叶参道。连电视广告都会来这里取景。位在红叶参道一半的地方，是每个经过这里的人必拍的药医门。建于1676年，完美融入美景的历史古迹。光明寺的红叶景观有种和谐的雅致，和建筑搭配的恰到好处，共谱成一幅完美的画面。同样在郊区秘境寺院影片中出现的西山善风寺，推荐的原因是红叶陪伴下的开阔景色。坐阪急京都线到东向日站，再换公车大原野线66路才会到善风寺。这里交通不方便，加上路不太好走，算是人少的秘境景点。西山善风寺整座寺院都是古迹，用回游式的参拜路线，可以参观完所有的建筑。这里是京都西侧的高点，建筑都面向市区而建，于是就出现了鸟瞰市区景色的时候，偶有红叶相伴的画面。建于1692年的观音堂，有股坐镇山头的气势，红叶在一旁却增添了柔和的美感。建于1885年的世家堂，建筑被红叶围绕，站在这里俯瞰市区，有种孤傲的冷静。
建于1701年的药师堂，是境内的高点。红叶变成陪衬的前景，增添开阔视野的精彩。西山扇风式的红叶，是融入建筑一起生长的景观。欣赏建筑的同时，红叶也在陪伴着一起欣赏市景。真如堂的正式名称是真正极乐寺。一走进寺门，就可以看见夹道欢迎旅人的红叶。三重塔被红叶包围着，远看像是火烧，近看却又是那么的温柔与和谐。我在11月初的时候来过一次，那时寺院境内还是一片翠绿。没想到半个月后再来一次，境内已经变成一幅火烧的美景。整个寺院以正殿为主要建筑进行布局。正殿是江户时代留下的重要文化遗产，有最古老的木质阿弥陀如来立像，但一年只有1天开放参观。虽然建筑的数量不多，但围绕这里绽放的红叶，让真如堂有如它的正式名称一样，成为真正的极乐世界。由于前几天才看过真如堂翠绿的模样，以致突然来临的火红，更让我觉得惊喜和珍贵。真如堂红叶的集中性和数量很可观，感觉像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要赢得旅人的芳心。赤红、绯红、朱红、赭红、绛红、焦红，在这里我能把所有可以形容红色的词汇都用上一遍。在真如堂赏枫，光一个红色就有好多种层次，加上黄叶和绿植，整座寺院根本就是被神仙打翻的调色盘，叫人一直想沐浴在艳丽的颜料中。位在山科区的毗沙门堂，秋天的时候会从冷门的秘境摇身一变成为热门的打卡点。
人王门是正门，翻过陡峭的台阶，一个超抢眼的红色灯笼正在迎接来访的旅人。毗沙门堂建于703年，经过几次损毁，现在的本殿是1665年重建的建筑。从本殿开始的参拜路线，像是剥洋葱的过程，一层一层从信仰文化播到让人感动流泪的美景。本殿后方有红叶林围绕的高台辩才天，有让人忘了时间的景致。走到精致的庭园晚翠园，红叶在这里是配角，更加凸显庭园造景的精彩与意境。从热石门看出去，台阶两旁种满红叶，秋天落在地面的叶子铺成一张名为幸福的红毯。室外的天空精彩程度一点也不输给室内。渐晴的枫叶林有股热闹的节庆气氛。在毗沙门堂赏枫是一种渐进式的体验，始于室内小巧精致的美景，结束在室外绵长的余韵。像是聆听一首交响乐，被开头的旋律带入情感后，感动在最终的震撼。南禅寺位在景点众多的东山区，常年游客络绎不绝，红叶季更是可以用密集来形容人潮。山门用一种一夫当关的气势守护着南禅寺。
登上山门，更能感受被红叶包围的震撼。如果想要寻求平静的感受，那秋天的南禅寺很难能达到期望。不过，人潮与红叶交融的气氛，变成一股热闹的兴奋感，像是出门旅游时本来就该要有的兴奋情绪。境内的红叶像是火烧的躁动，让本该庄严的寺院多了一分生动。南禅寺于1291年由龟山天皇邀请无关普门禅师主持开示，是临济宗南禅寺派的总寺院。南禅寺在禅宗界享有最高的地位，所以参拜人潮络绎不绝也是合理的现象。旁边的水路阁是提供京都干净水源的管道，红砖古墙是另一个游客聚集拍照的地方。寺内有好几个紫院，紫院内还有不同感受的红叶景观，两者比较，一动一静的反差感，留下深刻的记忆。南禅寺的红叶有股躁动的兴奋感，人群聚集带来高涨的情绪，让赏枫变成一场嘉年华会。位在京都北郊大园的三千院，是近几年社交媒体上窜红的赏枫景点。参观动线会先在客店欣赏庭园，层林尽览，侘寂禅意，坐在园侧享用茶点，独享秋日里的小确幸。走到爬满青苔的庭园，落下的秋叶铺成的厚重地毯，像是为微凉的秋日盖上保暖的织物。西元986年建造的往生极乐院，里面供奉国宝阿弥陀三尊像。
境内的高处走，像是步入厚重的油彩画，枫红、黄叶、绿植搭配朱红色的小桥，让人分不清楚现实与梦幻。境内的参观动线虽然很明确，但沿途一直抬头看着天上的红叶，感觉就像是消失在这片乐园里。大园一带从1000多年前称为鱼山，是佛教音乐的发源地。在三千院赏枫，植栽的格局灵活多变，走在境内有种灵动的感觉，像是有一首轻快歌曲的音符，谱写在梦里的幸福旋律。位在洛北一层次地区的圆光寺，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景致。参观圆光寺没有太多的铺陈，一进门口就会看到以惊人的气势盘踞在入口的枯山水龙亭。白沙像云海一样，以各种方式旋转和流动。石雕则代表一条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的龙。背景的红叶增添了这条云龙的震撼威力，像是在翻滚舞动的同时，喷出炙热的火焰。虽然是枯山水庭园，但形象非常具体，大大增加震撼的威力。如果说外面的龙庭代表动感，那么里面的石牛之庭则是静态禅意的启蒙之旅。可以坐在瑞云阁，透过限制的窗框思考人生，或是在开放的园侧启发灵感。也可以进到书院，在木头横梁框住的范围内，欣赏如画的构图。
这座庭园的设计灵感来自牧羊人的禅意启蒙之旅。走入这座带着池塘的散步式庭园，就像是从迷茫到觉悟的过程，有如修行一般的醍醐灌顶。圆光寺最初是作为学校使用，这里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物。境内的高点还能把整个洛北尽收眼底，吹着秋风，感受历史的韵味。在圆光寺赏枫，眼前的美景能带来禅意的启发，任由目光框不住的想象力恣意飞驰。东寺的五重塔是日本最高的木造塔，也是京都最标志性的建筑。而这个京都的象征，在秋天时会被红叶包围着，成为一个必看的经典画面。五重塔通常是孤立于其他建筑的高度，给人一种孤独与静谧的感觉。这种孤独静谧在红叶的衬托下，不减气势，同时增添了生动的活力。东寺五重塔建于826年，经历多次火灾，于1644年由德川家光重建，塔高55公尺。日本地震很多，五重塔却从没因为地震而倒塌过，这都要归功于高超的建筑工艺技术。五重塔象征佛教的5大元素：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，加上屹立不倒的形象，看到五重塔就带来一股安心的力量。倒映五重塔身影的朴丹池，围绕澄亮光透的红叶，就算只是一种红色，也能看出多种层次，是一生一定要看一次的京都美景。在东寺赏枫，五重塔超越了物理意义，提供了精神的支持，带来心神安定的力量。就算整个秋天都待在京都，我还是有遗珠之憾，像是枫叶之后的永观堂，或是皇室庭园修学院离宫。不过有点遗憾，
就是下次出发的动力。希望明年我还能再出一期2025京都时间红叶民所推荐的影片。这支影片对你的京都秋日旅游安排有帮助吗？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跟我一起发掘京都的迷人魅力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How far you'd fall were you to call. Hold your breath, it'll all be over soon. Stuck inside this cage that's built for you. Stuck inside this cage that